牛初体验，先不是，我几乎都不希望这顿饭结束那种感觉。Hello， 大家，这里是面面。今天和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日本宫崎和牛的初体验，顺便带大家去看看全世界最奇葩的一家超市，绝对让你们大跌眼镜。他们家就是吃这个 A5 宫崎牛，然后它有一个 sampler， 以前只有3种，现在有5种耶。这家有单点也有套餐，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我在那儿算了差不多有10分钟，发现套餐和单点价格是一模一样的。是酱油底的，还有一个是 garlic sauce。尝一下，年轻人第一口致富，你第一口致富。这家碰草还有致富蓝叶款，我之前对致富印象非常好，觉得它不输很多比它有名的日威，有非常重的那个话梅糖的味道，一点点烟熏泥煤味。这款调和威士忌也曾经连续3年获得过世界威士忌大赛的世界最佳调和限量威士忌。虽然一开始觉得他们家不是炭烤的那种日式烤肉，觉得有点小遗憾，但是吃到嘴里的时候真的觉得非常满足。厚切牛舌 flank steak 比较瘦，然后你想吃肥的话 flap meat boneless short rib 或者是 skirt。 Hain's tender 也是比较肥的部位。这个我们这个卡路里吧 steak 是吧？卡路里。他点了一个内脏拼盘。虽然大多数好的日式烤肉店都说用的美国和牛，但其实真的差异还挺大的。正好3分熟，好软。Can we have some salt? Yeah, do you want like sea salt or like pink salt? 那肉质真的很好，感觉应该要 pink salt，sea salt 的咸度太高了 ，pink salt 正好。吃点牛舌，那其实煎呢，熟的正好，口感很软嫩，很弹牙，就是好吃。举一个例子，就像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很节约，会在像 Safeway 这样的超市买比较便宜的 trunk roast 的部位，后来会在 Whole Foods 买同样的部位炖牛腩，同样的时间和配方，虽然一样是软烂的，但是前者是干柴，然后纤维感满满，后者则是软嫩，但是仍然保有汁水，牛肉香气馥郁。太老了吗？让它咬下去之后，它那个牛肉油脂会在嘴巴上爆开来那种香味，虽然有劲的地方很难咬。这家还有一些非常小众的内脏部位，可惜我们那天去很多都没有了，然后最后点了一个神奇的牛胃拼盘。来吃一下横膈膜，好久没吃横膈膜了，好久没吃到好吃的横膈膜了。就是它，好吃的横膈膜。好软好弹好嫩，属于肥而不腻的那种口感，但是就是很多汁。虽然烤肉经常会吃到最后都感觉没啥区别，而且我那天吃上头了，也完全忘记要认真点评自己还在拍视频这件事情了。这话梅糖的味道实在太香了，但是现在回想一下，还是能比较明显的感受到不同部位的香气、汁水和油脂的差别，每一种都很不错，但是确实吃起来都不太一样。虽然这个就是牛肉香味会没有那么重，但他们家整体就肉质真的很好，我觉得很直。就算瘦的部位吃起来也很软的，很多汁。flap meat。没事，这个哇，这西葫芦好好吃，好甜，好好吃，绝了！体验一下嘛，我们毕竟没有吃过宫崎牛。入口即化这块肉，天哪，好软好软！哇，这个太好吃了，救命啊！确实不需要 A5 和牛了，这块肉就真的绝了。妈，你不要骗我哦！评论告诉我，你们吃烤肉喜欢蘸酱，我是坚定的纯烟就是那个蒜香黄油面包上面的那个蒜香的味道。吃一下牛肠，没有异味，很香，不是那种包裹住那种一整颗的牛大肠。它会稍微有一点内脏的味道，但是不是那种肠的味道。这个是第4个胃，好像。众所周知，牛有4个胃，在火锅里分别叫毛肚、金钱肚、牛百叶和牛肚。这个拼盘里除了牛肠以外，还有第1个胃和第4个胃。
虽然火锅经常吃，但是烤着吃的口感意外的很不同，还蛮奇妙的。好吃橡皮筋，但是越嚼越香，我觉得好好吃，它这个味道就很特别，一点都不臭。那有那种阿妈在家里面做饭以后那种家常菜里的味道，我觉得好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变态。好软哦！你怎么这么软？它虽然稍微部位，但我觉得吃下去也不觉得特别油，肉香很足。这个是那个牛肋条一样。这也是块性价比很高的肥肉的部位，是腌制过对吧？有嚼劲的。这块也好吃。然后终于迎来了我们的日本 A5 宫崎和牛。On this side, it just comes with the pink salt and then garlic chips. This is just more beef fat that you also use to oil the grill, okay? 我们的宫崎牛出题，先那个牛油。翻面。它放旁边让它静一静，那你先煎一下。因为油脂多。怎么样？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这是在吃牛油吗？对，吃一块油。我觉得真的只是吃了块油。我觉得应该另外2种肉会好吃，瘦一点肉会好吃一点。这个什么 trunk rib？ trunk rib， 这是啥？我不要。多一点。也很油，它的奶味和甜味会特别重。稍微这款比刚刚那款稍微有一点肉的感觉了，刚刚那款就感觉完全就是油，这款稍微有一点点嚼劲。tenderloin， 你看，差不多了。这块就没刚刚那几块那么肥，但它超级软，它肉质很多，然后有股很重的牛肉香气，比刚刚那2个都要香。我觉得稍微瘦点的部位更好吃，但是综合性价比来说，我觉得他们家的普通的 premium 就已经很好吃了。这是牛的第一肉味，刚刚我们吃的第4个味，这是第1个味。这个牛味的第一个牛味就会稍微肠子会重一点，然后口感会更有嚼劲。因为烤牛肚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又加点了一份。又多点了几样套餐里没有的牛肉部位和刚才我们觉得还挺好吃的部位。它的牛肉怎么是有点烟熏味啊？蛮好吃的，很 Q。就这顿饭吃起来太爽了，感觉是这次出来旅游到目前为止吃的最爽一顿，就是我几乎都不希望这顿饭结束那种感觉。吃完饭以后去了拉斯维加斯很有名的一家超市，叫 Omega Mart， 里面都是一些奇思妙想、异想天开的反认知存在的商品。对啊，好酷哦！我。这个独角兽小马的这个 kidney，pork flesh 是这个半兽人的肉。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密室解谜，就是需要在超市里购买一张 VIP 体验卡来激活并且解锁超市里的任务。它的主线故事呢，其实是一个小透明加入 Omega Mart 后，随着升职和权限的增加，发现超市背后的集团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当然，超市里还包括了很多隐藏支线。整个任务做完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不过我观察了一下，大多数人其实只是来拍照打卡一下的。
下期视频带你们在拉斯维加斯喝一下一口就要100刀的顶级白兰地。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